末日降临，恐怖迷雾笼罩全城，所有人只要过多接触就会变成嗜血的怪物。而本可以带着全家逃跑的江父，却无情地抛下患有心脏病的女儿，任由她在这里等死。可女孩不但不恨她的父母，反而沉浸在游戏中无法自拔，丝毫没想过离开这个人类禁区。只因江穗发现他游戏中控制的怪物不但会影射在现实世界中，而且还能将自身获得的力量反馈给他。当外界的人类终于做好准备，打算探索这座充满死亡与危机的城市时，殊不知早已有一名瘦弱的少女成为了禁区所有怪物的生命。此时房间里，江穗控制着轮椅来到窗前，这是他被抛下的第7日。1月前，异变突生，天狗10日，黑色迷雾笼罩大地，一种怪物自迷雾中诞生，它们有着怪诞又疯狂的能力，普通热武器对其压根不起作用，只有超凡才能杀死它们。可才接触超凡1年的人类压根无法与之抗衡。眼看人类已到达生死存亡的边缘，迷雾却突然朝着一个方向退去，那便是江穗所在的云城。于是联邦紧急发布撤离通知，从此云城沦为人类禁区，而像他这样的累赘只能被丢弃在了这座城市中。可他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无闻的死去，江穗放在轮椅上的手微微攥紧，因为营养不良和缺血，手指过于纤细苍白，骨节和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，是个一眼就能看出不健康的孩子。就在江穗的不甘心达到某个程度的瞬间，外界的黑雾忽然微不可察的翻涌了一瞬，随后空旷的客厅里忽然传来啪的声音，少女瞳孔微微收缩，在看清是什么掉落在地面后，清冷的容貌上浮现出一抹诧异，那是一个黑白配色的游戏掌机。少女抿了抿嘴唇，弯腰捡起这个看上去价值不菲的掌机。因为生病，她无法与正常人一样去上学，也没玩过任何游戏机，自然不懂一个掌机该如何使用。好在不等她按任何按钮，掌机的屏幕忽然自行亮了起来，游戏画面里是一片阴沉的天空，黑色的太阳正源源不断往人世间滴落着黑色的液体。随后一行字幕浮现在屏幕中央，原生之初，一切自太阳中诞生，一切在黑暗中湮灭，万物轮转，旧的秩序与古神皆被时间埋葬，如今新的秩序已然诞生。你是否渴望成为新秩序的生命？是否有勇气交付你的生命踏入这场百无禁忌的纷争？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请选择你的卷组。不知为何，明明只是一幅像素背景图和短短几行字，却带给了他强烈的真实感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江穗果断进入了卷组选择界面，选择了 LV1 的小蛇。选择之后，像素黑色小蛇微微放大，一行属于它的属性列表也浮现在屏幕中央：精神1，肉体3，属性5，特质5。屏幕的左下角则是一行提示，请避开危险，在这片危险的大地中生存下去。江穗随意的选择了前进，在这绿化带里操控着小蛇游荡了好一会，遇到了5只青蛙，获得6点进化点。此时屏幕中央浮现出一行提示，卷族的体力已耗尽，暂时不可再进行捕猎，请休息2小时后再进行活动。江穗放下游戏机后看了看表，随后脸上浮现出了疑惑的神情。他已经全神贯注的玩了2个小时了，可平时就连看书都只能看半小时，是太入迷了吗？而且明明已经过了晚饭时间，他却并不觉得饥饿。江穗敏锐的察觉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，难道是因为你？少女看着手中黑白色的掌机，稍微思考了一下，便决定做个实验。她今晚不会摄入任何食物和药品，这放在平常是件很危险的事情，毕竟她的身体是真的很差。但事已至此，如果此刻的安稳只是错觉，游戏机并不能为她带来生机，那也不过是再多苟延残喘几天而已。2个小时很快便过去，定时的闹钟响起，江穗从书本里抬头，直到此刻，她依旧未曾感觉到饥饿，居然真的改变了。她压抑着激动的心情，再次拿起游戏机。2小时的冷却结束，她现在要做的是继续游戏。进入游戏，屏幕上再次浮现出前进选项。江穗操控着小蛇在附近游荡了一会，不到半小时就已经凑过了10个进化点。江穗找了个隐蔽地点让小蛇升级，10秒转瞬即逝，小蛇进化完成。LV2，精神3，肉体10，属性5，特质毒素 LV1。屏幕中，小蛇的体型肉眼可见的变大了，而且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江穗觉得就自己的身体也微妙的变轻松了一些。因为心脏病的缘故，他常常会觉得呼吸困难、心跳异常以及如影随形的眩晕感。如今在小蛇完成进化后，其他的病症困扰虽没有减轻，但他却觉得身体似乎不是那么沉重了。说不定这个游戏真的能改变他的身体。于是江穗对升级的愿望变得迫切了起来。他决定让小蛇寻找更强大的猎物。你的卷组有了发现一只受伤的鹰，这似乎是个机会，只是这个机会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江穗咬牙选择了狩猎。在他下达指令后，小蛇开始毫不犹豫地执行。他如闪电般朝着老鹰袭去。拥有毒素，小蛇只需要找到机会释放自己的毒素，在鹰被毒素麻痹或者杀死前保护自己就好了。但这项任务对于一条小蛇来说还是有些过于艰难了。他几度被这只受伤的鹰追着撕扯，可直到鹰彻底倒在地上，小蛇也并未在猛烈的进攻下死去。见到鹰彻底死去，身受重伤的小蛇贪婪地朝着老鹰的尸体划过去，他的身体肉眼可见地鼓了起来。升级条件已满足，是否进行升级？江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。30秒后进化完成。蛇 LV3，精神5，肉体20，属性5，特质毒素 LV2，锐利 LV1。画面中黑蛇的体型再次变大，牙齿也似乎更加锐利，视线距离提升到了50米左右。江穗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随着小蛇的升级而变好。少女的脸上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喜悦的神色。如果继续下去，她一定能变成一个健康的人。不，江穗的脸色微变，她不只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或许是游戏喂养了她的野心，或许是这座死城带给她的危机感。她想要的是一具能让她自由活在这里的强大身躯。就在江穗准备继续游戏的时候，一道空旷的敲门声忽然响起。江穗手中紧握着游戏机，心脏加速跳动。这里几乎是座空城，也没有人会回来找他。外面的人开口道：“我知道里面有人，我们是在云城附中读书的学生，现在大家都出不去了，不如跟我们一起建个基地吧。”一道略显年轻的男声在外面响起。江穗听得有些模糊，他的听力从4年前开始不断下降了，大约10秒左右。门外的人似乎知道不会得到回应。你是觉得我们不可信吗？那我们先走了。你要是改主意了，就来附中找我们吧。
吧。说完，门外终于安静了。联邦发布紧急撤离时，重点提到过人如果吸入黑雾会影响身体与神智，大概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精神正常人了。至于江穗自己，他也不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好，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想要杀人？刚刚门外的男声响起时，他脑海中闪过的想法是，假如对方破门而入，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杀死他？他完全不认为门外会是什么好人，他认定那个男生一定怀揣着某种邪恶的目的，想要骗他开门。他是怎么知道这间房子里有人的？他和他的同伙是不是已经盯上自己了？江穗甚至觉得等到下一次这些人上门，就会强行破门而入杀死他。我之前有这么激进吗？少女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，就算变强大了，也只会成为故事里的反派角色。希望我能在彻底疯了之前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吧。现在黑雾7成盘踞在云城内部，在里面猛吸一口的雾气量就足够让一个普通人发疯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个男生竟然还敢说自己是从腹中来的。但男生的出现倒是给江穗提了个醒，这座城市里危险不仅仅是一种怪物，留在这里的人类也会随着时间变成某种未知的危险。江穗拿起掌机想要尽快升级，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。悄然入夜，这还是江穗头一次玩这么久。随着游戏里小蛇一次次打倒与自己实力相差无几的猎物，眼看着马上又可以升级了，地形字幕却再次跳了出来，你的眷族还没有能力行走在午夜中，请尽快让他闭眼安眠。当然，如果清晨你醒得足够早，或许会另有收获。江穗不是不听劝的人，何况游戏的旁白一直在给予他引导，现在作死还太早了。等到游戏画面显示小蛇已经开始休息后，江穗的身体终于开始感到疲惫，秉持着就算发生什么他也跑不掉的摆烂想法，江穗有些心安理得地躺在了床上闭眼入睡。他不是残疾，而身体太过虚弱才需要坐轮椅，所以上下床这种事对他来说还不成问题。叮叮叮，早上5点闹钟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江穗慢吞吞坐起来，思绪还有些迷茫，却已经下意识伸手去摸放游戏机了。清晨，你唤醒了你的眷族，大部分生物都还在沉睡，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，或许能捡到点什么。江穗想了想，选择寻找午夜的滞留物，旁白都那样提示了，虽然毫无反抗之力的猎物也很有吸引力，但江穗更加好奇午夜的滞留物到底是什么。这次小蛇足足找了10多分钟，才停留在了一株奇怪的植物面前，那是一只黑色的枯枝，在枯枝的顶端缀着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果实。小蛇慢慢靠近黑色果实，随后果实消失不见，一颗低浓度不知名果实。该物品已放入玩家仓库，它居然还有个玩家仓库。江穗好奇地打开了仓库，仓库界面孤零零地放着一颗黑色果实。他思考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将果实给小蛇吃掉，如果没问题，拿找到下一颗时他会试试自己吃。不错的选择，你的眷族确实需要它，请寻找安全地点沉睡消化果实，预计用11小时，之前的几次升级加起来都没多久，吃掉这颗果实居然需要消化1小时。他开始期待1小时后小蛇能带给他什么惊喜了。倒计时结束，你的眷族艰难地消化了这颗果实的一部分能量。等级时，精神120，肉体480，属性刃，特质毒素 LV5，锐利 LV3，嗜血 LV3，狡猾 LV1。您的眷族灵智已开，你现在可以为它命名了。江穗给小蛇取名巴旦木，拥有名字，你的眷族也终于拥有了智慧，并且能缓慢地吸收存在于四周的能量，增加进化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眷族会自行完成你的命令，你可以在7小时后来验收成果。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，你将可以在你的眷族身上抽取一个特质，请选择抽取。江穗思考了一下，有些不确定这个特殊原因是因为黑色果实，还是因为眷族升到了10级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江穗不是没做过有朝一日成为超凡者的梦，如今他似乎是要梦想成真了。恭喜你抽中了嗜血，当你与敌人作战时，对方的血液会延长你的生命力，越多的血液越让你兴奋，但长时间处于嗜血状态，你的精神会受到污染。请注意，由于你的特质来源于你的眷族，当眷族的特质升级时，你的特质等级也会提升，当眷族死亡后，特质便会消失。由于你的1号眷族达到10级，2号眷族解锁。江穗按下确定键后，游戏屏幕中再度出现一行字，你已知晓如何在前期简单培养你的眷族，请开始吧。眷族狗 LV3，精神5，肉体40，属性5，特质力量 LV2，嗅觉 LV3。江穗熟练地按照流程开始给第2个眷族升级，这次屏幕中不再是蛇视角，他的眷族似乎是在一个充满了黑色雾气的城市里。江穗的眼睛缓缓瞪大，头皮都在微微发麻。这座游戏中的城市莫非是云城？他必须要验证一下，但这有些困难。江穗对云城的记忆还停留在11岁之前，不过没关系，总会找到的。少女因为不常说话的缘故，声音微微有些沙哑，但此刻这虚弱的声音里还夹杂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偏执，就仿佛哪怕追寻的只是个幻梦，也一定要在现实中找到他的影子。他将时间全部投入到游戏中，控制着这只灰色的流浪狗四处奔走寻找猎物，并且运气不错，他玩了6个小时，直接把小狗升到了5级。眷族狗 LV5，精神14，肉体160，属性5，特质力量 LV3，嗅觉 LV3，警惕 LV1。虽然身体有些疲惫，江穗的精神却异常兴奋，因为他刚才操控着小狗跑到了楼顶，看清了不远处的一座建筑，那是一座巨大的钟表建筑，云城的地标之一钟鼓楼，居然是真的，哈哈，居然是真的。江穗没忍住笑出了声，他放下游戏机，努力调节着情绪，兴奋感渐渐褪去，疲惫如潮水般涌上来，他不由得伸手揉了揉额头，靠在轮椅上闭目养神，结果一不留神竟睡着了。当他惊醒时，却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看来高强度持续游戏还是有
些太耗费精力了。他呼出一口气，拿起掌机，你的卷族已经完成了一次独自的长时间狩猎。以下是他的狩猎收获清单：特质提升，嗜血加1，狡猾加1，特殊物品无，进化或者休息3小时后可再次出发。由于卷族的嗜血等级提升，你的嗜血等级也得到提升。当你处于嗜血状态时，你的力量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，但脱离嗜血状态后，你会陷入虚弱中。江穗眼中闪过欣喜，选择让巴旦木进化。就在他打算继续操控狗继续升级时，一道熟悉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江穗脸色也变得阴沉，果然又有人来了。他早就想到对方会纠缠不休，所以他才如此迫切想要获得力量。同时，他也惊讶地发现，敲门声在他耳中变得清晰了。敲门声响起后不过5秒，门外一道女声紧接着响了起来：“您好，昨天我的同学来找过您，您还记得吗？”声音十分清脆。江穗来到厨房，挑选了一把剔骨刀藏在身后，面无表情地朝着门口而去。门外的女生一直没有听见房间里的回音，但仿佛笃定房间内一定有人在听她说话，这让江穗更觉得可疑了。在灾难开始后，他从未离开过家一步，由于作息良好，更是每天早早入睡，家中几乎没有需要开灯的时候，更别提制造什么声响了。对方到底是如何从腹中跑来，判断这里一定有人的？见屋内的人一直没有出声，门外的人似乎是有些不耐烦，敲门声开始变得激烈，并且伴随着门把手被转动的声音。江穗开口朝着门外问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一出声，疯狂扭动把手和拍门的声音猝然停下，随后一道柔和文静的女声再度响起：“你在家啊？那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们学校那边现在有多少人？你们是怎么集合到一起的？”15个。联邦政府发了通知之后，没来得及走的班长挨个找到我们的。江穗不太信：“那你们现在就住在学校里？”“是的，学校里什么都有，在里面挺安全的。”“那你们里面就没有疯了的人？”对方忽然沉默了。“我们是学生，又不是精神病人，怎么会疯呢？我们每个人都很正常。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？”从对方的举动和言语来看，他恐怕已经变成不太妙的存在了。试探出想要的答案后，江穗从轮椅上站起身，通过猫眼看到女生的眼睛，眼白的部分已经全然变成了如迷雾般的黑色，她已经被黑雾吞噬了。江穗重新坐回轮椅，确认刀藏好后，缓缓打开了门。一名穿着校服的女生低头走了进来，江穗立刻抬手关上了门，并且反锁。女生大概是诧异他的举动，连要掩饰自己不同寻常的眼睛这件事都忘记了，她直愣愣地朝着江穗看了过去。她完全没想过猎物居然还敢把自己和猎手关在一起。江穗直接抽出刀，精准地刺进了对方的小腹。女孩面目瞬间变得扭曲，隐隐有些不似人。她抬手挥向坐在轮椅上的江穗，力道大得出奇。江穗抬手抵挡对方的攻击，当他抽出刀的瞬间，溢出的鲜血顺着刀把流到了他的手上。他狼狈地倒在地面，但并没有急着起来，而是顺势握紧刀，咳出几口鲜血，一副再起不能的模样。穿着校服的女孩冷哼一声，看着倒在地面的江穗，目光也变得阴狠。她要破开江穗的肚子，拽出她的肠子，让他知道偷袭自己的下场。女孩靠近倒在地面的江穗，缓缓伸出手贴近他的肚子，手指微微发力，2根指尖便没入江穗小腹。女孩狰狞的面孔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。下一秒，江穗发动嗜血带来的全部力量，紧握着刀挥向女孩的脖子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江穗眼前微微模糊，看着对方咕噜噜的吐出一口口鲜血，直到对方倒在他的身上，江穗这才开始双手颤抖的急促呼吸。赢了，温热的鲜血不断在身上流淌。江穗知道那不是自己的，因为他能从这些代表了生命力的液体中汲取微弱的力量。他脱力和达到极限的身体也因为这股生命力有了些许缓和。他甚至有些感谢这个女孩体内居然有如此多的鲜血。江穗就着这个姿势休息了一会，等到对方的血液已经不怎么流出来了，才爬了起来，坐进轮椅里。他握住轮椅离开这里，简单清洗了手之后，拿起游戏机选择卷族蛇的界面。巴旦木回来之后，进化点已经够升级了，10到11级应该能稍微滋养他的身体，让他扛过这次副作用。只是身体的困难可以度过，现实中却还有更大的危机在等着他。女孩并非一个人，且对方的团体显然知道女孩今日来找他，并且一去不回。江穗不信他们会放任不管，一个人他尚且应对得如此费劲，但凡多来几人他必死无疑。家不能待下去了，他必须离开。可黑雾弥漫整座城市，他又能去哪里呢？江穗决定算做一件十分大胆的事情，但在那之前他先拿起了游戏机，屏幕中是小蛇升级完后的界面。卷族蛇 LV11，精神140，肉体560，属性刃，特质毒素 LV5，锐利 LV3，嗜血 LV4，狡猾 LV2，世事无常。你意识到想要生存必须做出一些改变，现在你已明确该做什么，不再需要多余的指引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将自行布置下达给卷族的命令。字幕退去，屏幕中央浮现出一块虚拟键盘。江穗慢吞吞地敲下一行命令：前往钟鼓楼后方旧居民楼狩猎，收集情报。点击确认后，小蛇便出发了，进度条依旧是7小时。随后，江穗控制着轮椅朝来到窗边，伸出手缓缓推开了玻璃窗，黑色的雾气顺着缝隙钻入室内。这个举动实在大胆过了头，但江穗认为这是必要的。一群不正常的人盯上了他，他暂时还没有能力正面跟他们对上，那就必须离开这里，而离开这里就必须接触黑雾。少女在窗前坐了许久，一直吸食着高浓度的雾气，却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变化。她又回到浴室照了照镜子，眼睛里也没有出现任何黑色。果然，她确实对黑雾中的精神污染有一定的抵抗力，不然也不至于其他人都彻底封了她的思想才开始出现问题。太好了，这样她就可以离开家实施自己的计划了。江穗先是清洗了一下身体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随后开始收拾行李。他家距离钟鼓楼后方的旧居民区不算远，他打算在明早5点起床后前往旧居民区。一是
因为他的眷族之一在那边，二则是根据之前游戏的旁白，进入午夜后外界的怪物都会因为惧怕而陷入沉睡，早上5点都还未从沉睡中醒来，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段。再者，他已经让小蛇去探查旧居民区的情况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他会让小蛇来到这里作为护卫，跟他一起出发，到时候2个眷族都在自己身边，他的处境也会安全不少。晚上10点半左右，江穗给小狗升到了7级，巴旦木的7小时进度条也再次拉满。你的眷族已经完成了一次独自的长时间狩猎，以下是他的狩猎收获清单：特质提升5，特殊物品属性核心+1，由于你的眷族负伤、进化或者休息6小时后可再次出发。能量核心没见过的东西。江穗打开了游戏仓库，果然在其中找到了一颗灰色的晶体。万物都有特质与相性，这些东西被笼统的称呼为属性。所有一种怪物都有可能在体内产生相应属性的能量核心，怪物实力越强大，产生的可能性越高。属性共有8大类，所有生物都会被与自己相性最佳的属性所吸引。你获得了鹅的核心，狂野又凶险，是混沌与可慕的准则。它与遗忘和抛却不必要之物有关，它的特点在于秘密的不稳定的行为。至于属性核心的具体作用，还请自行探索。就这样，江穗没忍住问出声，但旁白也没再给他解释。少女睫毛微微颤动，她下意识觉得鹅的一切与自己并不相干，毕竟从前的她一直是个听话乖巧又压抑沉闷的乖孩子，但转念一想，却又发现她是契合现在的自己的，或者说她契合的是自己的内心，而不是表象。现在的她会因为一些直觉和猜想去做某些很凶险的事。被关在这座死城这段时间以来，她的思想不停地在变化，她的想法并不稳定，甚至连行为也不够理智。江穗不再看向游戏屏幕，直到此刻她才恍然发现，自己竟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不对，从始至终都是她，一个被压抑着逐渐释放天性的她。江穗忽然就不那么在意被亲生父母抛下这件事了。她这样的人何必整日拘泥这些哀哀怨怨？她明明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忙，不需要再被这件事占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从今日起，她将彻底与过去告别，就连那对父母也是如此。好似心情会影响身体一般，江穗觉得她的身体似乎也轻松了几分。悄然间，游戏屏幕上忽然浮现出一行字：你发生了某种转变，失去了某些东西，也得到了某些东西。什么谜语人？少女将界面切换到巴旦木，考虑到没多久就要进入午夜了，江穗先让巴旦木赶紧来这边。午夜降临之前，他让巴旦木进行升级，并且在升级完成后直接休息，又安排完小狗找到安全的地方休息后，这才轮到自己。怎么有种上班的感觉？少女默默拉过被子盖住自己，吐槽了一句。调整好闹钟后，陷入了沉眠中。闹钟响起，江穗连忙拿出游戏机唤醒2只眷族，安排好小狗去狩猎之后，便让巴旦木来到他家门口。少女带着几分新奇和激动推开了房门，当她真的看到盘踞在门外的黑蛇身影时，才真正松了口气。黑蛇的蛇尾动了动，轻而易举地把行李箱勾了下来，放在自己身后。等待电梯时，巴旦木时不时会吐芯子，发出点声响。江穗觉得这家伙是在故意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他虽然没听到声音，却仿佛感应到这家伙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情绪很简单易懂。如果转化为语言，大概是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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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贴贴贴贴贴贴，很幼稚而且有点吵。你们蛇原来是这种活泼又粘人的性格吗？江穗忍了忍，好歹是自己的眷族，第一次见面情绪激动一点也不是不能理解。电梯到1楼打开，巴旦木带路，警戒附近。江穗控制着轮椅走出公寓，带着自己的第1只眷族踏入了这片黑雾中。外界的空气有些凌冽，江穗轻轻嗅了嗅雾气，明明没什么味道，他却想多闻一些，就好像上瘾了一般，这太诡异了。但没办法，他已经走进迷雾中，吸食迷雾不可避免。街道十分安静，江穗刚走进居民区楼道，就看见了拐角处小心翼翼下楼的女人。她的身高估计有1.75米，扎着高马尾，穿着运动装，看着像是大学生。在看到江穗的一瞬间，直接将手中的唐刀提了起来。江穗操控着轮椅让出位置。姐姐，你住在这里吗？我刚搬来这里，不太了解。如果我们是邻居，或许可以交换一下情报。女人听完点点头。好，你住哪里？我2个小时后回来找你。还是姐姐告诉我你住在哪里吧。我这副样子，随便告诉别人我住在哪里很危险的。她说的可怜巴巴，但配上还乖顺趴在她脚边的巴旦木，这场景就有些诡异了。女人不敢再拒绝，只能告诉她自己住在3楼左侧那个房间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江穗来到2楼，确认这里没有住人的迹象后，才拿出游戏机。巴旦木，你去搜一下这栋楼里有没有其他人。随后他操控小狗开始狩猎。半小时后，巴旦木也回到了房间。这里还有人吗？大蛇人性化的摇了摇头。好吧，守在这里。说完，江穗继续低头看向游戏机，背包里多了一颗淡黄色核心刃。战争与抗争的准则，它包含蛮力、背叛、狡诈和痛苦。它的特点是狡猾嗜血，它的暴力中包含有一种巧妙。其他属性将在你拥有对应的属性核心后解锁。江穗立刻想到了自家2个眷族都是刃属性，这枚属性刚好拿来做个实验。不过得等他和那位小姐姐谈完之后，时间已经过去2个小时，到了他和那位小姐姐约定的时间。江穗抬手敲门，姐姐，我按照约定来找你。对方沉默了一会，打开门。早上见过的人还是那副模样，只是运动服上多了许多肮脏的血迹。姐姐刚才出门是去狩猎吗？对方点头，目光隐晦地朝着巴旦木瞥了一眼。进来吧，先坐一下，我去换个衣服。那打扰了。江穗颇有礼貌地坐在沙发上，扎着高马尾的女人很快换好衣服，坐到江穗对面。姐姐，不如我们先交换一下自己的信息吧，说不定会经常见面呢。女人点点头，我叫沈景文，云城本地人，大学刚毕业，因为一些原因没来得及离开，从小就对冷兵器比较感兴趣，学了一点招式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场。我叫江穗，没怎么读过书，身体也不怎么好，所以被留在这里了。这是我的宠物，也可以说是我的超凡能力，是在前不久觉醒的。姐姐，你有超凡能力吗？沈景文点头，我在封城2天后觉醒了能力，跟我的刀有关。我知道的消息不多，目前留在城里的人只有少部分能抵抗迷雾保持理智，而大部分人里有一些死了，有一些成了疯子，而疯掉的人似乎出现了2个分支，稀少的智慧类会统领那些失去智慧的疯子，觉醒的超凡能力也非常诡异，目前我还没找到有什么弱点。说完，沈景文
文看向江穗，示意该他了。无论是人还是一种怪物都有属性，或许克制那些疯子的办法就在属性中。江穗只说了这些，他认为足够了。超凡能力已经出现1年了，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属性这个概念，这可谓是石破天惊的一个消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沈景文的眉头微皱。江穗点点头，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，我没必要拿这种事胡扯骗你。沈景文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颗淡蓝色的属性核心，你认识这个吗？江穗没有克制自己落在核心上的目光，我想要这个，能用什么跟你交换？告诉我你知道的有关属性的全部消息，我只能告诉你一部分。你知道的，一颗核心换我的信息并不是对等的交易，不过等我们以后的合作关系稳定后，我会告诉你另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并且其他人很难具体得知的消息。闻言，沈景文主动将核心递给江穗，江穗接过核心看了看，我之前提到过属性，这个便是属性核心。属性一共分为8种，它们之间相生相克，不同种类的属性和新颜色也不同，生物会被与它最契合的属性吸引。如果你想知道它具体怎么使用，就得在之后的合作里拿出些诚意了。两人交换完信息后，江穗回到新家，他拿起游戏机，把淡蓝色核心拿在手中，下一秒，淡蓝色核心便出现在了游戏仓库。冬、静默、终结和不竟然是去之物的准则，它包含消逝与铭记、死寂与破败、终末与虚弱。它的特点在于沉默，有时或许还有明晓自己的终局。江穗皱了皱眉，冬的属性特质有些中立，这让他越来越好奇其他属性都有什么特质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需要做一个小实验，来测试核心的用法之一是否有他想的那个。江穗从口袋里拿出那颗刃属性核心扔掉巴旦木嘴里。是的，他要做的就是看卷族吃了相对应的属性核心后会发生什么变化。毕竟他手上就有一颗与自己属性相对应的核心，或许这会成为他增强自身实力的关键。江穗拿起游戏机，你的卷族吃下了一颗属性核心，你探索到了核心的用途之一，生物可以吞噬与自身属性对应的核心来提升自身的超凡等级。请注意，吞噬与自身属性并不对应的核心是极其危险的事情。你的卷族将在10分钟后消化完成。10分钟一到，巴旦木准时地睁开眼睛，但看外表没有什么变化。于是江穗把目光转移到了游戏屏幕中，屏幕里也跳出来了巴旦木的属性表，狡猾直接升了1级，但重点是多出来的特殊能力那一栏，甚至还贴心地写了一个无字。特质应该算是被动的超凡能力，或许特殊能力里面才会有主动技能，但为什么人类超凡者刚觉醒就可以掌握强力的主动技能呢？难道这只是卷族的规律？江穗将这个疑惑藏在心里，打算等有机会再去验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巴旦木的进化点也增加了500，或许等他再升几级就能获得主动技能了。但是如何才能让狗子快速到10级解锁挂机呢？江穗忽然灵光一现，让巴旦木带狗子不就好了吗？这样想着，江穗立刻开始在游戏里操控着狗子与巴旦木会合。夜幕降临，狗子顺利升到10级。江穗点开他的属性图，卷族狗 LV10，精神98，肉体740，属性刃，特质力量 LV6，嗅觉 LV4，警惕 LV2，锐利 LV3，特殊能力5。你的卷族达到10级，灵智已开，你现在可以为他命名了。江穗果断地打上狗子2字，恭喜你已让2只卷族拥有了初步自理的能力。当有卷族达到20级进化时，你将会拥有第3只卷族。你已解锁能力灵躯，使用属性核心，你将获得一具数据随机的灵躯，它将在有限的时间内被随机投放在这座城市的某处。你的意识可存在于灵躯之中，行走于世间。当时间截止，意识回归灵躯便会消散。你投入的核心越多，灵躯可随机到的属性和超凡能力便越强大，存在的时间也越长。灵躯死亡后，你不可带回任何物品。随着旁白的出现，游戏面板多出了一个灰色的像素女孩。江穗竟在这个女孩脸上看到了3分像自己。他看了看时间，马上就是午夜了，今天先睡觉吧。正好巴旦木和狗子也快回来了。很快，游戏屏幕中2只卷族回到了家门口。江穗拉开门，一只灰色大狗突然迎面将他扑倒在地，甚至伸出舌头舔到了他的脸上。江穗立刻伸手用力推开对方，但没推动，许是察觉到他的不悦。灰色大狗主动后退了一步。江穗看着这傻狗一脸热情地盯着自己，空气里不断传来对方想要与自己贴贴的特殊感应。坐下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动。大狗听话地坐在了地面。江穗叮嘱房间里的2只，晚上就在我床边待着，不许乱跑，不许打扰我睡觉。巴旦木颇为人性化地点了点头，而狗子还一脸无辜地看着他摇着尾巴。第2日凌晨5点，闹钟一如既往响了起来。江穗满脸困意地爬起来，拿起游戏机，安排了2只卷族出门寻找黑色果实后，他打开灵躯界面，选择投入1颗冬属性核心。你投入的核心数量为1，灵躯可持续存在时间5分钟。正在寻找随机投放地点，投放完成后，灵躯会有2秒凝视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内，灵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随机地点投放完成，江穗的眼前一黑，下一秒，黑暗中浮现出一行白色字母：投放成功。当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凝视将会开始。游戏给江穗创造了一具临时身体，他在灵躯中时不用畏惧死亡，可以做一些现实中有所顾虑的事情。江穗做好准备后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在看清周围的环境后，愣在了原地。2秒无敌时间一过，一道猩红色的光芒在江穗眼前闪现，随后灵躯死亡，意识回归本体。江穗的大脑才缓慢地转动了起来，他被投放在了市中心，长着畸形可怖外表的一种怪物们，密密麻麻挤在道路与建筑的每一处。而在江穗睁眼的刹那，怪物们散发着幽光的眼神齐齐对准了他，以至于2秒时间一过，便有怪物抢先对他动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除了恐惧之外，巨大的疑惑也随之而来。那些异种怪物们为何都聚集在市中心呢？过度的紧张和焦虑让江穗不得不闭眼调整自己的状态。他再次睁开眼，他成长的速度还是不够快。江穗现在满脑子只有刚刚睁开眼看到的那一幕，而他的目标也变成了至少在这些异种怪物的围剿下能存活。重压之下，他拿出鹅属性核心直接丢进了嘴里。下一秒，剧烈的眩晕感传来，江穗背后的衣服被汗水侵蚀。他拿起游戏机，屏幕上出现了新的字幕：你吃下了1颗属性核心，你的鹅属性超凡亲和力增加了，但这并不足以让你获得某个超凡能力，或许你还需要更多属性核心。但请注意，吞噬属性核心对拥有理智的生物而言存在风险，请
一定保持理智，不要让自己陷入迷中。一颗核心果然不够啊，他该去哪里弄更多的属性核心呢？江穗转头看了看时间，竟然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。他拿起游戏机看了看，他的2只眷族今早都没什么收获。江穗把他们丢出去自行升级，顺便让他们留意附近的图书馆。他现在能做的只有抓紧一切时间丰富自己的大脑，哪怕这些知识可能并不会派上用场。7个小时后，第1轮狩猎结束，江穗这才从书中抬头，准备清点一下他们的收获。2只眷族的进化点都足够他们各自再提升1级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在特殊物品那一栏，赫然出现了3颗属性核心，2颗刃和1颗鹅。2颗刃属性他都打算喂给巴旦木。比起雨露均沾，他更希望培养出一个更强大的战斗力。更何况他也需要巴旦木尽快升到20级，解锁第3只眷族。江穗让他们找到安全的地方升了1级，随后又命令巴旦木吃掉2颗刃属性核心。狗子则是继续下1轮狩猎。等到巴旦木消化完2颗属性核心，他的毒素和锐利各自上升了1级，但依旧没能进化出主动技能。好了，你也出去狩猎吧。江穗拿出仓库里的鹅属性核心，又一口闷掉。一段时间后，他清醒过来，习惯性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有点像以前居委会开着车广播通知。江穗走到窗边，侧耳聆听。各位还活着的市民听好，我们被抛弃在这座城市里，有变异动物和怪物的威胁，不抱团是活不下去的。云城附中的老师和学生建立了幸存者基地，欢迎每一位还活着的人类。希望各位听到广播的人能明白，危难时刻我们更要守望相助。哈！江穗站在窗前，发出一声短促的笑。这哪里是什么幸存者基地，分明是恶鬼准备好的陷阱。他实在想不通这些疯子为什么对活人拥有如此大的杀意。杀死正常的人类会让他们得到什么吗？不行！江穗的神情变得阴沉，他得找个机会把这群疯子铲除了。他不管跑去哪里，都只是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里。至于指望有谁能站出来解决这个麻烦，那更是白日做梦。让我想想，他简单整理了一下如今的局面，随后发现他目前唯一的优势便是眷族，只是疯子不知道有多少人。江穗眨了眨眼睛，明天去和楼上的邻居谈个新交易好了。他的想法还需要对方的协助才能完成，他的行动不能太晚，因为他并不清楚那些疯子是否只是单纯的嗜杀。假如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可以通过杀人增强实力，放任下去只会越来越麻烦。打定主意，江穗不再关注窗外，在脑海中完善了一会计划后，便继续看书。等到夜晚，他清点眷族战利品时，发现他们居然带回来6枚核心，其中4枚都是巴旦木狩猎到的，除了刃和鹅，还多出了1枚粉色的核心。心，它是生命存续的准则，是永不停息的鼓点和舞蹈的准则，与音乐所联系，又与皮肤和解剖有所关联。它具有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执着的决心。哇！少女没什么感情的哇哦了一声，感觉给灵躯会很好用。如果她启用灵躯时有所收获，新属性的存续和保护或许能帮助她狗到灵躯自然消失的那一刻。不过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，她暂时没有再动用灵躯的想法。目前8个属性她已知一半，对于核心的运用也稍微有了一些了解。江穗打算明天拿这个与神井文做交易。入夜后，江穗又让巴旦木吃掉了全部刃属性核心，倒不是他偏爱哪一个，他只是纯粹的用功利性在分配核心。随后他又拿出2颗鹅属性核心，这都4颗了，拜托给我觉醒一个超凡能力吧。或许是祈祷起了点作用，在吃下这2颗灰色的核心后，江穗看到一只灰色的飞蛾落在少女鼻尖，最后化作一阵灰色光点融入少女体内。恍惚中，江穗似乎看见远处那耀眼的烛火闪烁了一瞬，他还来不及看清，下一秒就已恢复清醒。江穗有些茫然，他也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。好在他还有游戏机，他低头看向游戏屏幕，新的旁白出现了，你获得了超凡能力窥秘之瞳。窥秘之瞳，当你使用超凡之力时，一切的秘密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小心使用你的眼睛。当他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时，必会遭其反噬。终于获得了超凡能力，虽然不是攻击性的，但有总比没有好吧。江穗把注意力集中到眼睛上，他能感受到体内多了一些东西，那些多出来的东西就好似他体内的血液，正在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着能量，又像是他与生俱来的手指，他可以轻易让他们附着到眼睛上，只是他们并不算强大，附着在眼睛上大概只能坚持3秒。江穗尝试着睁眼看向狗子，狗子依旧是那副模样，但他的心脏处却燃起了一团淡黄色的火焰，那颜色与刃属性核心一模一样。看来现在的他能使用窥秘之瞳看清生物的属性，并且这还只是他在此刻能窥视到的隐秘，等他更强大了，还会看到更多东西。正在观察狗子的江穗无法看见自己的眼睛突然变得灰蒙蒙，3秒一到，他体内的超凡能量告解，淡黄色火焰消失，他的瞳孔也恢复了正常，虚弱感从身体每个缝隙里传来，以后应该留1颗鹅属性核心作为备用。江穗顶着这种难受至极的感觉入睡。早晨5点，江穗安排2只眷族在寻找黑色果实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们找到了1颗黑色果实。这颗果实自然是喂给了巴旦木，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快把它提升到20级。1个小时后，巴旦木从吸收果实的状态中苏醒，眷族生物等级提升至莽，达到15级。你的眷族获得了特殊超凡能力变换，低阶变换仅可改变眷族身体大小，提升眷族的等级可让变换随之升级。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，你将可以在你的眷族身上抽取一个特质，请选择。抽取。果然，黑色果实可以让他抽取眷族的能力。江穗让巴旦木和狗子先回来，随后打算上楼找神井文聊聊。江穗看着巴旦木问了问，你最小能缩小到什么样子？巴旦木乖巧的使用能力缩小到大概半厘米宽、半米长左右的小蛇。江穗伸出右手在自己纤细的手腕上点了点，你上来。巴旦木闻言，将身体缠绕在江穗的手腕处后便不动了，乍一看更像是一个精巧的墨玉镯子，只能说很方便偷袭。江穗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了一旁的狗子，听话一点，跟我出门。闻言，狗子立刻摇着尾巴跳了起来，用期待的眼神盯着江穗，仿佛在催促他快点出发吧。来到楼上，江穗敲了敲沈景文的门，很快门打开了。沈景文看到跟在江穗身旁的灰色大狗时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这是你的新宠物？对。江穗点头，进门在沙发上坐下。沈景文在江穗对面坐下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江穗点头，你应该也听到那个广播了，你怎么看？
江穗先问了问沈景文的看法，是陷阱吧？沈景文肯定道，你找我是为了这个。江穗见他能理解，便也不继续铺垫了。我打算杀掉他们，需要你的协助，也不会只让你冒险。作为交换，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信息，也会让我的宠物帮你狩猎3枚你需要的核心。这并不是只为我打工，你想要在这座城市活下去，迟早也要面对他们。现在我们合作，至少你还会有一个强大的队友。那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去引诱那些疯子离开腹中，我会去解决里面有智慧的那个。我的狗子协助你，他的战斗力还不错。那么我要如何确定你成功了呢？江穗摇摇头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在分开时互相联系的办法，但我可以随时知道我的狗在哪。解决掉腹中里的家伙后，我的蛇会来找你们，协助你们杀掉剩余的疯子，所以我只能等，还要确保在你的援助到来之前不会死掉。是的，江穗点点头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要怎么引诱他们？万一途中被阻截了怎么办？我的2只宠物会跟你一起，他们可以确保你不会被阻截。直接去腹中门口闹出些动静，吸引那些疯子出来，等到出来的人足够多，你就和狗子一起逃跑就行了。没问题的话，2个小时后出发。好。沈景文点点头。在此之前，我可以问问你为什么答应的这么果断吗？江穗好奇地看着沈景文。沈景文垂眸，我只是不想离开这里。他没有再多说，但江穗知道这一点也就足够了。好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关于我属性的信息，核心的用途，超凡能力。沈景文一口气就问了3个很关键的问题。江穗眨眨眼睛，你闭上眼睛，我说好了才可以睁开。沈景文闭眼，江穗动用窥秘之眼，确认了沈景文心脏处的火焰确实是淡蓝色。待他睁开眼时，江穗便用肯定的语气告知了他有关东的一切。至于核心的用途吗？现在我知道的只有一个，吃掉。不过吃掉核心这件事还蛮危险的，至于剩下的部分，要等我们合作结束后才能支付哦。江穗卖了个关子，提前支付这么多信息，剩下的部分他得看沈景文接下来的合作态度如何。确定好细节后，沈景文便准备出发了。走前，江穗揪着狗子的耳朵嘱咐道：“机灵点，知道吗？”狗子汪了一声，随后江穗用手指点了点手腕上的巴旦木，巴旦木从江穗手上爬下来，恢复成之前沈景文看到过的大小。等到沈景文跟着2只眷族出门后，江穗回到房间里拿出游戏机，他可以通过游戏机中眷族的视角时刻观察他们的进度。画面中，一人2只眷族花费了40分钟左右来到了腹中门口，腹中的铁门大大敞开着，门口有2个学生模样的少年，似乎是在站岗。他们很快发现了带着大狗的沈景文。你也是来加入幸存者基地的吗？沈景文点了点头。是，这是你的宠物吗？沈景文的话刚说出口，狗子突然一声不吭地朝着2人一扑，狠狠咬住了其中一人的大腿。沈景文也愣了一下，随后果断抽出唐刀砍上旁边那人踢向狗子的腿，战斗一触即发。沈景文和狗子有意放走了其中一个，跑去通风报信。在打起来后，狗子还故意嚎叫了几声。江穗将画面切到巴旦木那边，此时巴旦木已经缩小溜进了腹中内部，因为生物等级的提升，他的五感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视线也不再只能单纯的看到热成像，甚至可以轻易感知到附近哪里有血腥味。顺着这个味道，巴旦木来到了学校食堂。进入食堂，哪怕只是通过马赛克，江穗也被食堂内部的景象惊了一下，全是血，地面、桌子上、四周的墙壁上，血与残破的肢体构成了宛如人间炼狱的一幕。这到底死了多少人？江穗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们不吃人，但是杀了之后却肢解他们，是什么恶趣味吗？当巴旦木游走到高处俯瞰整个食堂时，江穗总觉得这些残肢乱中有序，像是被人刻意摆成这样的。他把这点不对劲之处记下。食堂内的疯子有30多人，他们神态自若地坐在椅子上。门突然被撞开，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一瘸一拐走进食堂，大喊。随后7、8个人从凳子上站起来，朝着门外跑去。他们朝着门外跑去的样子，不像是要营救队友，更像是着急抢猎物。在他们跑出去后没多久，有人从后厨的方向走了出来，他穿着全场最干净的衣服，戴着一副略显斯文的眼镜，比起在场其他人有些癫狂的神态，站在他们中间的他看上十分正常，但也正是如此，反而衬托得他更加诡异。